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程淑芬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人生在世啊，无非4件事，什么？吃喝拉撒。吃和喝大家可能会各有不同，但是拉撒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必须要做的同一件事情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学校厕所里碰到过老师的这种尴尬的情况？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当时的教导主任，应该没有人不害怕教导主任吧？他每天站在学校门口检查发型和指甲。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我突然内急，然后我举手去上厕所。但是当我刚走进厕所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教导主任正蹲在那个地方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。当时我们学校的厕所是建在校园的角落里的一个公共厕所，然后没有隔间门，大通堂集中冲水的那一种。我一看见教导主任蹲在厕所，吓得我整个人一激灵。但是我再害怕再着急，我也不能忘了什么呀，尊敬师长啊。于是我冲他深深的鞠了一躬，然后字正腔圆的说：“老师好。”然后教导主任很尴尬的看我一眼，说：“啊，同学你好。”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教导主任也没那么吓人了嘛，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嘛，他也要每天上厕所的呀。甚至每周一听他在讲台上训话的时候，一想到他蹲在厕所里尴尬的样子，甚至觉得有点滑稽和可笑。跑题了 ，anyway，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上厕所的问题。据统计啊，一个成年人平均每天要上厕所6到8次。如果以每次2分钟来计算的话，那么一个人将有整整1年的时间是坐在马桶上度过的。那如果是我带着手机上厕所，最起码要坐个5年以上。现代社会的人们每天坐在自己家干净的马桶上面，享受着加热坐垫，玩玩手机，看看小说，弘扬一下厕所文学。完事之后只要按一下按钮，一切都不用操心了。就算是你在外面，你也可以随时随地去公共厕所，或者是借商场或者是便利店的厕所，隔间门一关，享受自己的独处时间。谁能想到在很久以前，人们上厕所是如此的不方便，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呢？有人说，判断一个城市的发展就要看这个城市的公共卫生间的水准和普及。但是如果真的要用上厕所这件事情来衡量人类的文明发展的话，那么人类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缓慢的。在1858年的7月，伦敦才刚刚通过法案，修建下水道和普及抽水马桶，历时整整10年才完工。那时候伦敦的人民才过上干净卫生的城市生活。当然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，发展是更为缓慢的。那么在很久以前，人们是怎么上厕所的呢？难道随便找棵树就解决了吗？没错，就是随地解决，俗称拉野屎。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知道便便这个东西又臭又恶心，所以就在远离自己居住地的外面找个树丛去解决。但是随着每棵树下都拉满了便便，又产生了新的问题。便便会导致疾病的传染，更严重的是会暴露自己居住位置，引来野兽的侵袭。所以那时候原始人们是怎么做的呢？便便留下，我跑路。于是原始人类便开始了迁徙。当一名原始人在外面摘完了果子，疲惫不堪地回到自己的家，面对自己的家人，他掰起自己的脚，对自己的家人说：“我今天出去摘果子了，但是我每走一步，我的脚下面都会沾满着便便。我觉得照这样发展下去，野兽们一定会顺着便便的味道找到我们的，怎么办呢？收拾东西，明天撤。”原始人我是不太清楚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每次搬家都会变得很穷。那原始人又没什么交通工具啊，只能扔东西，轻装上路咯。谁不想找一个宜人的居住环境，安定下来，好好的过日子呢？于是乎，当时石器时代的人们便想到了一个好点子，咱挖个坑，把便便给埋了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跟猫学的吧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大概5000年前，西安半坡就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处理便便的简易厕所。与其说是厕所，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坑。那时候的人们在房子的旁边挖个土坑，解决在坑里，便便满了就用土掩盖上，再挖个新的坑。挖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步啊！终于不用到处便便了呀，终于不用到处踩便便了呀。说不定坑上的杂草比其他地方的杂草长得旺盛，人类还会发现便便是可以欧肥的呀，顺便再拉一波农业的发展啊！掩盖便便作为当时主要的处理便便的手段，一直延续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。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夏周商时期出现了路厕，顾名思义就是在路边的公共厕所。终于有公共厕所了呀，同志们！那时候的公共厕所极其的简易，就是一个大土坑，上面盖了2板子，人们蹲在木板上解决问题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？刺激不刺激？问问晋景公就知道了。晋景公是谁？他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第26代君主，晋文公之孙，晋成公之子。这位老哥在柳坟、营北之战击败楚国，平定赤敌，克楚制霸，4字一蔽之就是霸气侧漏。
他的死法更加的霸气侧漏，没错，就是掉茅坑里淹死的那一位。这是何等的壮烈啊！这是何等的化作春泥更护花呀！其实金景公在掉厕所里淹死的时候就已经身患重病了，患有严重的肠道疾病问题，所以说经常往厕所跑，甚至是说在厕所里蹲了太久，然后可能站起来的时候脚麻了，一个不小心掉茅坑里了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宦官，他梦见自己背着晋景公登天，于是乎便由他进了茅坑里，把晋景公给背了出来，并且问他妥善殉葬。这个事儿槽点太多了，我一时不知道该从何下口。一代君王他怎么就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公统呢？他在公统里解决完命下人拿出去倒了就是的呀。再说那个宦官他怎么就那么巧就作为一个梦见背着晋景公登天呢？他怎么就肯下茅坑里面把晋景公给背了出来？我要是晋景公的儿子，我一定给这个宦官颁一个奖，这是何等的大无畏精神啊！总之到此时，人们对于便便还仅仅是简单的掩盖处理，并没有发现便便这个软黄金中其中存在的价值。不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便出现了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建筑物，叫做混。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汉字混，左边是三点水，这个很容易理解，然后右边是一个大大的口字，把猪猪围了起来，所以说混又叫猪厕，或者是代厕猪圈。怎么样？猪圈和厕所结合在一起，是否有一丝丝不祥的预感？没错，猪厕就是指同一个地点既作为猪圈来使用，又作为厕所来使用，而厕所里的便便就是猪猪的口粮。猪厕广泛流行于中国的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南等地区，朝鲜和琉球等地区也非常的常见，甚至说在现在朝鲜半岛的一些农村以及印度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见。这是出土的汉代陶制猪厕模型，一个简单的2层楼设计，人们在2楼的小亭子里面，这里解决个人问题，便便会直接掉落到1楼的猪圈，被猪猪们享用。你们看看猪猪们吃饱喝足，睡得多香啊！根据不同地区的出土模型，猪厕还有单层的，或者是说男女分厕的。但是不管你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农家，在当时大家都是把厕所和猪圈相连建造在一起的，甚至还有上层住人，下层养猪的设计。在琉球还出现了这种分隔的猪厕，一个厕所格子里养1头猪猪。难道是怕他们互相争抢食物吗？每逢节日，琉球人还会在猪厕里点香，祈求神明保佑自己的猪猪长得肥硕健康。祈求厕所神明保佑自己家的猪猪长得肥硕健康？琉球人在遇鬼或者是奔丧回来之后，还会去猪厕里面把猪猪给踩醒，因为琉球人相信猪的叫声是可以辟邪的。请问猪猪做错了什么？每天吃屎就够惨的了，晚上睡个觉还要被踩醒。但是琉球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治理时期，琉球政府便以公共卫生为理由全面禁止猪厕的使用了，现在只作为历史遗迹保留。我能理解为什么禁止使用猪厕，你想想你在2楼便便，然后猪猪在1楼吃着，甚至说你在2楼刚刚脱下裤子撅起屁屁的时候，1楼的猪猪就已经聚集在一起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吃和拉这2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一起进行啊！不仅如此，便便本身还有大量的细菌和寄生虫，而且猪猪吃下了便便，人们又吃下了猪猪，那是不是间接性就等于人们啊？尤其是当人们吃了含有寄生虫的猪猪的肉之后，会患有猪条虫病和蛔虫病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自行搜索一下以下词条：蛔虫性肠梗塞。在这里警告各位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重口味或者足够的猎奇心理，请不要轻易去搜索这个词条。我现在急需一双没有看过的眼睛。后来便开始流行起来便携式的马桶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夜壶。马桶以其占地小、味道轻、便于打理等优点，成为了当时城市居民人的生活居家必备之物。其实最早马桶并不叫马桶，而叫马子，而且马子也不叫马子，其实最早叫虎子，因为它外形酷似一只老虎。那为什么会把夜壶做成老虎的形状呢？据说是因为当时的居民很害怕吃人的老虎，于是乎把它做成老虎的形状，用以来表达对老虎的厌恶之情。但是到了唐朝，由于开国皇帝李渊的爷爷叫做李虎，而古人讲究必尊者讳，
怎么能把开国皇帝的爷爷的名字拿来命名夜壶呢？于是虎子便改名为马子。我舅舅小名就叫虎子，突然感觉很对不起我舅舅啊。随之古人对于马子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，不仅仅要装尿尿，还要装便便，所以说马子的形状越来越大，逐渐长得像一个桶，大家也就叫它马桶了。古人也讲究环保和卫生啊，马桶满了是不可以到处乱倒的，必须由专门的人来回收。这种在城市里专门负责收集便便的职业，在唐宋时期被叫做清剿工。他们挨家挨户收集粪便，并将其运送到城市周边的农村贩卖，获利颇丰。到了南宋，收便便甚至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，竞争十分的激烈，还经常有人为了收哪家的便便而产生诉讼。明清时期，在城内从事便便收集清运的人的职业被叫做粪夫，他们将收集到的便便运送到城外的粪场，然后经粪场进行晾晒和处理，然后卖给农家作为施肥来使用。到了清朝初年，粪夫们甚至还商议了专属于自己的收粪区域，并且签字画押，不可以越界收粪。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居民产生的便便是不一样的，其价值也不同。比如说生活在富人区的居民，因为他们吃得好啊，油水足啊，所以说他们产生的便便质量好，肥力足，因此可以卖上好价钱。这有钱人的便便和我们普通人的便便都不一样啊。因此粪夫们经常为了争夺高端市场而发生争斗。到了明朝初年，粪夫们商议划定了自己的工作区域，不得越界收粪。这种固定的收粪区域和收粪路线被称之为粪道。在当时，这属于一种特殊的特许经营权，是可以互相转让与买卖的。其他城市也差不多如此，例如上海的粪夫被叫为岛老爷。直到近代，随着下水道和抽水马桶的普及，粪夫这个职业才慢慢的消失了，人们也得以在自己家舒适的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。在现代社会，尽管上厕所这件事情就非常的轻松、干净和卫生，但是还是有人追求拉野屎的感觉。比如这位来自日本的老爷爷伊泽正明先生。伊泽正明先生出生于1950年，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。他的本职业是一名引花植物的摄影师。什么是引花植物呢？就是苔藓、藻类和蕨类这些植物。但是他自己最自豪的职业其实是粪土师。粪土师并非一个真正的职业啊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也就是在野外拉野屎。日本人真的好爱取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啊。伊泽正明老先生是一名环保主义者，在1973年，他参与了一场对化粪池处理厂的抗议活动。他认为人们产生的便便经过化学制品的调和和处理，再排入到大自然当中，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污染。但是当时有一名工作人员非常生气地对他喊道：你有什么资格抗议啊？你的屎也装在里面啊，巴嘎亚洛！这一句话喊醒了伊泽正明先生。没错啊，自己身为一名环保主义者，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也是正在危害大自然吗？于是伊泽正明先生痛定思痛，痛心疾首，做了一个决定：从今往后我要拉野屎。与其自己的便便被当作污染物被处理后再排向大自然，不如去野外挖个洞，把便便拉在里面，既可以为植物施肥，又可以成为昆虫甚至是某些重口小动物们的大餐。猪猪说：谁在 Q 我？当然为了保护环境，他也拒绝使用卫生纸，而是像一名真正的野人一样使用植物的叶子来擦屁屁。听起来像不像杂谈，像是在开玩笑。不过人家甚至还专门出了一本书，详细的说明了各种适合擦屁屁的植物。厉不厉害？就这么一件事情他都能玩出道道出来。伊泽正明先生在1999年完成了全年拉野屎100%的挑战。厉不厉害？他甚至在后来又坚持挑战了连续拉野屎1000天、连续拉野屎2000天和连续拉野屎3000天的成就。屌不屌？厉不厉害？但是在2003年，他的这项记录被打破了，因为他在东京车站拉肚子。也是啊，你说在车站里面怎么能拉野屎呢？是不是？伊泽正明先生在47年来一共在野外拉了13000多次的野屎，近20年来仅仅在室内拉过17次。其实在我心中对他是充满敬佩的，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坚持，并且常年如一日的贯彻其中。就像我老板曾经跟我说过，他说有工作成绩的人往往不是一鸣惊人的人，而是平时把枯燥乏味的工作坚持做下去的人。是不是 PUA？
虽然我很敬佩伊泽正明先生，但是我更敬佩的是他的妻子啊。你想想，她和她老公逛着街，突然老公就不见了，因为她不知道老公去哪里拉屎去了。伊泽正明的妻子在采访中这么说道：我有时候真的希望拉野屎是他为了出轨而找的一个蹩脚的理由啊。妻子表示，她无法忍受来自邻居的指指点点，也无法攻克自己的心理阴影。每次出游，别人都是看风景，我脑子里想的是，哦，这里伊泽说不定在这里拉过屎。最后妻子还是和他离了婚。伊泽先生也表示理解妻子的想法，但是在妻子和拉野屎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刘德华先生有一首歌是歌赞马桶的，因为版权问题我就不在这里放给大家听了，但是我会在下方放上链接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听听看。歌词中是这么写的：每个马桶都是英雄，只要一个按钮，它会冲走你的所有烦忧。你有多少苦痛，你有多少失落，它会帮你全部都带走。的确是这样，每个马桶都是英雄，每一个马桶都是我们值得相守一生的朋友，每一个马桶的背后都有一大批人的劳作与付出，才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此的方便、整洁和卫生。曾经我很想当然的认为，冲马桶嘛，不就是摁一下按钮，根本不足为道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为了现在的方便，人类已经走了这么长远的道路。在现代社会，便便的再处理正得到飞速的发展。比如说，便便产生的沼气可以作为新型的洁净能源，而便便经过再处理回归大地，又可以来弥补越来越贫瘠的土壤，来打破代谢断裂。相信在未来，我们能更好的利用起便便这个软黄金。一个普通的成年人平均每天会产生半公斤的便便，这意味着纽约市每天排出超过4000吨的便便，东京略高于此，每天4150吨左右。现在想象一下，在地球上70多亿人24小时之内产生的难以置信的成吨的便便，再乘以一年365天，这是多么的惊人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不应该只把便便作为人类代谢后产生的终极废物，一直对它嗤之以鼻，把它污名化，眼不见为净。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便便制成的商品也许会走进我们的超市呢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喽，请大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哦，以便随时随地从淑芬这里获得最新的冷知识。说不定大家在看这条视频的时候正在厕所里解决个人问题吧。大家今天也抱着感恩之心上厕所吧，拜拜。